前段时间有一个玩家在 X 上问了 Gearbox 工作室 CEO Randy Pitchford 一个问题，他说 Randy 啊，无主之地4最好不要定价$80，别冒这个险，很多玩家不会愿意花$80来助长这种游戏价格的不断上涨的风气。你可是 CEO 啊，面对发行商的定价应该是有发言权的。我个人觉得这个粉丝问的还是很有礼貌的，并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而且从言语中能够感觉出来他对 Randy 这个 CEO 的些许尊重。但是你猜怎么着？这位大名鼎鼎的 CEO 明明可以打几句官腔糊弄过去，可他偏要摆出一副老子教训孙子的傲慢态度，然后回应了以下贴文。他说道：第一啊，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啊。第二，如果你是真粉丝，无论游戏多贵，你都会花钱买的。这种逆天言论真是让人血脉飙升。咋的呀？我不愿意为一个我还不知道质量如何的游戏花钱，就不是真粉丝了吗？他紧接着又说到啊，1991年我刚高中毕业，在一家冰淇淋店拿着最低工资的时候，本地游戏店的一款世嘉游戏也要卖$80，但我还是想办法买到了。现在的年轻人背负着房租、贷款和生活费的重担，哪像他30多年前那会儿只用担心冰淇淋店的工资啊。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仅暴露了他对现实的漠视，更让粉丝们寒了心。就像《博德之门3》开发者在留言里说的那样，真正的粉丝是那些热爱并理解你所做之事的人，他们会持续关注并积极参与你的作品，无论他们为此花了多少钱。我靠， Larian 这家公司真的是活该挣大钱，真的是真心点赞。一个厂家的信誉就是被像 Randy Pitchford 这样的 CEO 这样一点一点的消磨殆尽的，这不是自找没趣吗？你看这冲动的言论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网络上玩家对于他言论的不满已经是铺天盖地，网友们戏称啊，这是自暗黑不朽手机门以来最大的笑话。很多老粉已经决定首发不再入手无主之地4了。事实上，无主之地系列的老玩家早已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游戏价格和时间价值的敏感度都在提高。说实话，现在的无主之地早就不是什么重磅 IP 了， Not a big deal man， 影响力大不如前，连同名的电影都是亏本买卖，他们怎么还能如此缺乏自知之明，继续在危险的边缘试探呢？这件事其实反映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多年以来，真正热爱游戏的玩家从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曾经的狂热终将化为最深的失望，应运而生的抵制不是出于扭曲的恨意，而是我们无法容忍这些践踏玩家真心的公司，这些贪婪傲慢的发行商反而能够在商业上持续成功。大家好，欢迎来到九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实际上，游戏大厂傲慢与贪婪的程度远超你的想象。EA AKA 美国腾讯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原本我以为他们在圣歌和质量效应仙女座翻车之后能够长点记性，没想到他们内部的真实想法畸形到令我瞠目结舌。前生软元老大卫盖德向媒体透露，在他离职前 EA 认为他的游戏理念已经有些过时。他表示他在龙腾世纪团队里经常是直言不讳，始终坚持推动传统 RPG 的那套游戏机制，但是这种观点在 EA 内部并不受到欢迎。盖德指出 EA 认为龙腾世纪起源这类传统 RPG 的机制缓慢笨拙，不符合公司追求快节奏酷炫的风格。尽管他参与开发了多款经典 RPG， 这种坚持仍使他的意见经常遭到冷遇，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 EA 公司的高层认为传统 RPG 玩家不值得重点关照。根据他的描述， EA 高层竟然把 RPG 的核心玩家称为 The Nerds in the Cave， 也就是洞穴里的书呆子。他们认为只要他们随便做个 RPG 出来，只要是这些书呆子喜欢的老 IP 做的 RPG， 那这些书呆子就一定会买账。在 EA 看来，这一类玩家的忠诚意味着他们根本无需费心关照，真正需要争取的是洞穴之外更庞大的潜在用户。
我去 ，EA 的这段言论跟我上一段讨论的 Gearbox CEO 的言论是惊人的相似啊！由此可见，这种刚愎自用的傲慢和永无止境的贪婪，似乎已经在整个行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心中根深蒂固。他们似乎都陷入了一种可悲的认知误区，那就是认为核心玩家群体就是一群被 IP 和情怀所绑架的人质，会无条件的为任何挂着经典招牌的劣质产品买单。这种傲慢的资本逻辑完全忽视了游戏作为艺术形式的本质。当开发者开始嘲笑这些忠实玩家，把他们称为所谓洞穴里的书呆子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是背叛了自己的 foundation， 自己的根基。更讽刺的是，这些大厂一边鄙视着核心玩家的审美，一边又指望着靠他们的情怀消费来保底。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商业策略，最终只会让类似《龙腾世纪》《隐障守护者》这样的惨剧不断重演。我敢跟你打赌，他们正在开发的质量效应5不会比仙女座强到哪里去。既然聊到 EA， 那么我相信屏幕前的你一定还记得一个叫做《星战前线2》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兴衰史堪称是当代游戏行业最讽刺的黑色一员。2017年，这款承载着星球大战黄金 IP 的 3A 大作，在发售前测试阶段就引爆了游戏史上最严重的舆论海啸。当玩家们发现 Darth Vader、Luke Skywalker 等核心角色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才能解锁的时候，渗透在游戏机制里的付费开箱系统彻底撕碎了 EA 的伪装。这些本该属于星战文化符号的传奇角色，被明码标价的塞进了氪金扭蛋机。Reddit 论坛上的那句“这是为了给玩家解锁英雄时创造自豪感”的史诗级 EA 官方回复，以60多万的到赞数创造了互联网的世界纪录。这场灾难很快就演变为波及全行业的监管风暴。比利时赌博委员会率先将游戏开箱定性为赌博行为，并展开调查。连迪士尼总部也连夜召开跨洋会议。米老鼠帝国绝对不能容忍旗下最具价值的 IP 之一与赌博丑闻挂钩。在舆论与法律的双重绞杀下， EA 不得不仓促地移除了所有的氪金系统。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2025年游戏服务器起死回生，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时，玩家们突然发现剥离了氪金毒瘤的《星战前线2》竟然是一款完成度惊人的优秀作品。其光剑对决的手感、太空狗斗的爽快，乃至星球战场的氛围还原，都堪称星战游戏史上的巅峰，完完全全就是被 EA 高层的商业决策给毁了。可惜 EA 高层从这场价值数十亿的失败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要在垄断领域加倍掠夺。当他们在足球游戏市场消灭竞争对手，达成垄断之后，他们的足球系列立刻化身核动力印钞机。球员卡包的抽奖模式精准地拿捏了人性的赌徒心理。在这些游戏寡头的眼中，我们从来不是什么追寻史诗的冒险者，我们只是被算法精心圈养的人形提款机。而现在呢，我们早就习惯了服务型游戏的糖衣炮弹与开箱抽卡的斯金纳陷阱。面对玩家的质疑，这些大厂首先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怪罪那些所谓的黑粉影响了他们的销售业绩。真的，你不想想为什么会有黑粉吗？就像我从一个忠实的爆白变成坚定的爆黑一样，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转变，而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是因为你们那种自以为是的傲慢态度，你们的离谱操作让我们一再失望。关于暴雪、守望先锋2和暗黑4这些我之前视频里提到过的例子先抛开不谈，暴雪第一次让我失望的游戏其实是炉石传说。这个游戏的运营团队在玩家因为过度设计的任务系统而感到疲惫时，从未反思过日常周长任务的设计是否违背了游戏乐趣的本质，而是不断地推出更多的付费内容来刺激消费。对于官方论坛和其他玩家社区的声音视而不见，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折磨你，然后逼迫你掏出银行卡直接花钱。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当年删除炉石传说的那个瞬间，和现在这些抱怨的玩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那个还没有服务型游戏这个概念的年代，那时我刚找到新工作，下班之后疲惫不堪，站在火车站站台等车的时候，习惯性的打开了这个游戏。因为我并不想在卡包上花太多钱，所以每天的日常任务是我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必须完成的额外目标。炉石传说这个游戏在那个时候还算仁慈，允许玩家积攒3个日常任务一起完成，但是为了做任务，我被迫去使用特定的角色和牌组，而每次当任务结束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精力去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的游玩了。可偏偏那天系统给我刷新的3个任务需要至少打10局才能拿满奖励。就在那个抗拒感涌上心头的瞬间，我抬起头，远处的歌剧院和海港大桥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宁静。我突然就意识到，这个曾经给我带来快乐的游戏，现在却像一份不得不完成的工作。没有犹豫，我长按游戏图标，点击了删除。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当游戏不再带来快乐，反而给我带来负担的时候，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免费游戏之所以免费，是因为你才是他们的商品，而且有时候甚至即使你是一个微氪玩家，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大厂始终不明白，正是他们将用户视为流量指标、变现工具的运营思维，才让越来越多的人从热爱变成失望，从粉丝变成了批评者。然而类似的可悲现状简直成了游戏行业挥之不去的恶性循环。每当星座暴雷翻车，那些西装革履的业界巨头们就好像排练过千百遍一样，齐刷刷地摆出那套令人作呕的甩锅3件套。先是居高临下的指责我们说我们缺乏现代观众的审美品味，紧接着痛心疾首地控诉游戏自媒体蓄意抹黑他们。最后最讽刺的是，他们往往会把那些写了万字评测、看穿了他们虚伪伎俩的核心粉丝，通通打上极端分子的耻辱烙印。而他们永远学不会的是正式缩水的画质优化，正式注水的剧情和充满铜臭味的氪金系统。他们反过来把批评者污名化成阻碍行业进步的毒瘤，再通过传统媒体大肆宣扬。这种颠倒黑白的公关话术和手段，活脱脱的就是当代娱乐资本最丑陋的遮羞布。只有当流水跌落谷底，他们才会真正听见玩家的声音。游戏不是冰冷的代码，而是由热爱构筑的世界。可是当厂商一次次忽视反馈、敷衍更新、透支信任的时候，玩家的耐心终会耗尽。是时候用行动说话了，拒绝为傲慢买单，停止为贪婪付费。唯有让他们的财报亮起红灯，他们才会低下高傲的头颅，重新审视这片被遗忘的社区。我们的诉求很简单，那就是尊重玩家，敬畏热爱。在那天到来之前，请你握紧你的钱包，让数据替我们发声。Anyways， 欢迎收看第6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游戏大厂的傲慢与贪婪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